直到看见贤贤饿着肚子跟随奶爸，才明白熊猫带娃也陪有多么不容易。虽然父女俩已经时隔几个月未见，可贤贤看到奶爸翻山越岭来找自己，还是会义无反顾地跟在后面。饲养员看到闺女饿肚子的样子，心都快碎了。他不忍心看到从小养到大的孩子受苦，但对方有带娃也陪的责任，必须要带着贤贤仔在野外进行放归训练。奶爸拿着小苹果加餐的同时，也忍不住握着闺女的手给予鼓励。贤贤一开始还和熊猫仔仔待在一起，母子俩面对面交流，笑得那叫一个开心。只可惜贤贤仔要进行训练，饲养员只好叫走贤贤，分开他们。贤贤上来这边。贤贤，此时的贤贤仔独自趴在树上，原本还在期待妈妈带着竹子回家的他，瞬间焦虑起来，以为自己被抛弃了。宝贝只好从树上爬下来找妈妈。而工作人员为了让贤贤仔对两脚兽有戒心，他们不能流露出一丝的温柔，只好穿上熊猫太奶服，对着小家伙狗叫。贤贤仔听到可怕的异响后，宝贝顾不上找妈妈了，也得爬上树避难。看到毛孩子惊慌失措的样子，奶爸奶妈的心里别提有多难过了。虽然贤贤仔野化放归的整个过程中都有饲养员的全程陪伴，所有人都在守护着毛孩子的成长，可贤贤仔压根不知道他们这些人的存在。整个2年左右吧，我们一直在关注着他的一个成长，但是他一直不知道有这样一群人，其实在背后默默的就关注他。所以说看着他从放归笼出现的时候，我们还是会有一点失落。但是如果他经过这2年的培训，能够在野外能够健康的成长好，说明我们所付出的努力都是值得的。要知道大贤贤仔还有一个弟弟，小贤贤仔是圈养大熊猫，如今跟着蕊蕊干妈生活。一向亲人的小家伙整天黏着饲养员，相比之下大贤贤仔就孤单多了。他的玩伴只有这一片树林，甚至还经常饿肚子吃不上营养餐。不过贤贤仔也因此获得了自由，他能够成为丛林的野兽，享受在大自然里奔跑撒娇的乐趣。有次饲养员定期去巡查时，还看到远处的树上有熊猫的身影，拉近一看才发现贤贤仔翘着小脚干饭。如此潇洒惬意的生活状态，却是圈养大熊猫连想都不敢想的。跟圈养的大熊猫不一样，在圈内树就只有这么点高，但是在野外的话，树有多高，它就能爬多高。这才是熊猫野培最大的意义吧！不仅提高种群多样性，还让毛孩子们回到属于自己的天地。陈圆润女士都抱上3胎小熊了，金虎和萌兰这对黄金单身汉什么时候能有后代？最近不仅成都基地经常晒3狗，别的基地也在逐一官宣2023届新生小熊。然而都已经8岁的萌兰还是没有一点动力，对此不少亲妈粉都开始替她着急。要知道萌儿不仅长得帅，性格活泼，还懂得照顾人，体贴入微，甚至时不时整活逗乐两脚兽，况且还凭本事成为北动的大股东，有钱有颜还有铁饭碗，这些优点估计放了婚恋市场上必然是抢手货。然而这小子啥都会，就是不会撩妹，一心一意只专注于搞事业，每天都琢磨着把北动干上市。虽然已经8岁多，但还是一点不开窍。据亲妈粉所说，萌兰还担心被老婆抢损，因为他沉迷干饭，他并不想找女朋友，他还怕女的跟他抢吃的呢。不过这也只是网友们的调侃。萌兰之所以被判无期徒刑，还得追溯到上辈子。妈妈萌萌出身于大家族，姥姥英英更是有名的功勋熊猫，况且还有个情场浪子的老爹美兰，这就导致萌兰的身边熊都是亲戚，于是萌儿只能成为阳光开朗大男孩。然而萌兰的舅舅也拥有一样的熊生，都说外甥像舅，没想到金虎的桃花源也和萌儿如此相似。胡子同样是身材颜值逆天，但还是母胎 solo 13年，成了名副其实的大龄圣雄。胡子第一次订婚就惨遭诈骗，本以为和银行家的大小姐是天作之合，却在洞房前被告知老婆变哥们，普普被弄错性别，其实是个男熊，这让金虎一度成为熊猫圈的笑话。之后又和小姨飞云做邻居，更是让他见识到母老虎的可怕。有着金刚芭比之称的飞云，动不动就打侄子练手，胡子经常被胖揍得灰头土脸。或许是因为这段经历，让他逐渐对女熊失去了兴趣。不过独自一雄的金虎孤单得很，奶妈看到后只能唠嗑安慰他：金虎，不要忧伤啊，不是所有的熊都有媳妇儿，就你没有。只见金虎还是一副黯然神伤的模样，实在看不下去的奶妈前几天又给胡子张罗婚事，还特意把照片交给月亮的奶妈。对方刚拿出金虎的帅照，就把月亮给吓得瞪大双眼。金虎喜欢吗？眼睛瞪大了，眼睛瞪大了，不要！没想到人家小女熊压根没瞧得上他，多年征婚一直未果，难怪这小子从此封心所爱。估计别的男熊抢老婆 PK 北郊时，这对难就难生还在比整活。网友们还知道哪些黄金单身汉呢？原来辉宝才是宝家族最不好惹的存在，竟然一记铁砂掌拍飞姐姐瑞宝。这天瑞宝恰好从妹妹身旁路过，没曾想暴脾气的辉宝突然看他不顺眼，对着姐姐就是一顿毛拳头伺候，像是在说别动了，一天天的烦死熊。仔细看艾女士身上还有一撮锅巴色号的黄毛，很难不让人怀疑目中无熊的小灰灰与姐姐切磋武艺时从她身上咬下来的。
并且两小只的风波暂时还没结束。没一会，他们就趁着老妈不在厮打起来。从体重上占优势的辉宝直接一记泰山压顶把姐姐按地上走，被压制住的瑞宝毫无还手之力，将爷爷看到后都忍不住打抱不平。哪曾想这位大将种听到后，直接用自己的佛山无影脚踹个不停。弱小可怜且无助的瑞瑞只好蹬着小脚丫向爷爷求救。终于看不下去的老将一把将调皮的孙女辉宝拽了下来。而辉宝之所以对着姐姐大打出手，或许是为了爷爷争风吃醋。前几天宋宝喂瑞宝喝奶，恰好被他看到爷爷是个中央空调，他心里窝火，表示你不是说只爱我一个孙女吗？于是辉宝迈着坚定的步伐走来，就连眼神里也流露出了些许杀气。宋爷爷也感受到一丝寒意，扭头看了一看，还把他吓了一跳。吃醋的灰灰扒拉着对方的裤子，也想要躺在爷爷的怀里喝奶，可惜专注喂奶的宋侍卫不为所动。暴脾气的辉宝急得直跺脚，只见他用毛拳头重重拍地，用无声的愤怒来表达自己的不满。之后更是发了疯似的上手，使劲扒拉着宋爷爷和姐姐。只能说这小家伙每天都有着浑身使不完的牛劲儿，刚争风吃醋没多久，又和姐姐练起了摔跤。毫无疑问，占下风的又是瑞宝。宋爷爷看到后只好劝架，却没想到小孙女还言辞拒绝自己。还记得辉宝以前相比姐姐可安静的很，曾几何时他却成了最不好惹的那个。最近这小家伙还经常偷溜到福宝姐姐门口，想必是想要找大姐取经。毕竟自己调皮程度跟福宝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出了外场后免不了被老妈一顿收拾。现在问问姐姐，没准到时候还能跑快点。只能说照着架势，辉宝未来将是妥妥的盼的2号。希望瑞宝能一如既往温柔，让老母亲爱宝能够喘口气。眼前这一滩熊猫，就是星星产房今年展出的最扁的仔，脸蛋又圆又扁又炸毛，因此网络姨姨们亲切喊他小鳌拜。小家伙从侧面看，嘴筒子尖尖的，像极了女明星花花的狐狸嘴，还拥有梅兰肉肉同款的16:9宽屏大脸，能集齐了2大顶流美女的优点。看来小鳌拜是妥妥的天选顶流。他的体型也是这届宝宝中最大的，不过目前来看还是个孤勇者，每天像划水似的在草地上练习走路。看来小鳌拜也有着战五渣的属性，小年纪就拥有战五渣、花花和肉肉这3大终极属性，因此也被粉丝们称为五花肉。虽然小家伙的四肢还不太协调，但他的好奇心却相当旺盛，总喜欢孤勇着身子去探索世界。只是无论怎样努力，还是停留在原地。小鳌拜索性直接往地上一躺，开启晒太阳摆烂的惬意胸声，这滑稽样子成功把游客们给逗笑了。毕竟他们从来没见过如此扁的熊饼。那个女人看到如此可爱的糯米团子后，终究还是忍不住再次出手。小鳌拜的初吻就这样被美奶妈夺走了。第2位熊猫就是小灰灰，这位灰色憨憨熊有着与众不同的毛发，再搭配上呱里呱气的小眼神，像极了皮大衣吊色版的陈荷叶。不同于战五渣属性的小鳌拜，小灰灰虽然体型较小，但早已不是孤勇者。然而他不仅学会了走路，最近还解锁了新技能。谁能想到这小子竟然在尝试着爬树，甚至还能和空气斗智斗勇，动不动就对着小草一顿咆哮。看来小灰灰有望成为23级的老大。第3位就是新晋甜妹，标准的小鸟眼圈，可爱到爆炸。不过总看起来有些似曾相识，仔细观察后才发现，这简直就是迷你版的金宵，一看就是招美和娄阿宝的娃。跟前面活泼好动的俩小子不同，小金宵性格安静内向，每次到了外场，他都喜欢趴在粉色的小毛毯上晒太阳，因此网友们大多数是平坦师兄。或许是因为不活动睡多了，导致这小家伙如今还不会翻身，一不小心倒地不起后，还得挥舞着找撒娇让奶妈帮忙。并且小金宵还是个嘤嘤怪，当看到两脚兽的时候，对外面世界充满好奇的他，睁着大大的眼睛边爬边叫。他们小小年纪就被两脚兽围观，看来以后绝对能成为圈中顶流。